I'm leaving. Do you know that? Did I tell you? No. I'm not joking you. I'm When are you leaving. leaving? 30th of April. Why? It's a volunteer redundancy. I used that. Seriously? Yes. I'm leaving. No. No? Why? Do you know I'm leaving? No. You don't know? No. I'm leaving. Why? I'm leaving. Yes. No, don't go. No, but you should maybe do. You're leaving. Yes. No. No, you. Did I tell you I'm leaving usually? Really? Do you know I'm leaving? No, why? You're lying. 嗨，各位好，这里是雨前派。那频道第一支影片，今天是要谈我离职的事情。那我离职时间大概是4月30号。我在这家店工作了大概5年，5年是很长的时间啦。那大概要从第3年开始，我就有想离职的打算。但说真的，我有需要离职吗？没有。这份工作是很理想的工作状态，钱多事少，离家近。那这份工作我一年包含奖金可以拿到2.9万英镑到3万英镑左右。住在伦敦这个薪资算是很普通，生活也不会觉得很吃紧，但也可以存到钱这样子。事少，我在的店铺其实没有太多压力啦，销售也没有太多任务要达成。那除了季节性比较多客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轻松的。离家近。因为公司距离家里很近，所以在2018年我开始叫计程车上班，那下班就会搭乘大众运输这样子。在疫情期间，我就会搭计程车上下班。Hello. God bless. Okay. 你们可能也觉得太贵了吧？伦敦轿车，但伦敦轿车服务有很多家，那我个人就用了4到5个。然后每一个 App 3不5时都会有不一样的折扣这样子。那当然你说搭地铁跟搭公车当然一定是比较便宜嘛，但我是想睡久一点啦，所以就搭计程车。然后离职的理由大概也就围绕在同事，然后你的主管、薪水跟你有没有工作成长空间这样子。我的同事都很好相处，我的部门经理跟主管对我也很好。工作上面没有成长空间，一直让我想要离职的念头这样子。我不是一个积极的人，但我觉得至少要有一点点的成长。那尝试了大概2次应征主管职。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虽然有满满热忱，但其实对零售啊，然后对奢侈品其实都没有那么熟悉，就是店铺该怎么运作，然后也没有管理经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太着急了。12年其实我是蛮积极的一个人，但第3年之后，我就开始进入非常被动的状态。觉得销售员赚那么多，又不用扛责任，时间到就下班，什么小主管，浪费时间嘛。这种想法其实有点在骗自己。然后我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因为工作关系，我觉得就是我感觉自己有了忧郁症这件事情。那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但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很糟糕，我每天不想讲话，然后不想动，情绪也是一样，每天都很低落。笑着跟客人讲话，那转头就想立刻离职这样子。那我自己回头看，原因最大的其实一方面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成长，但一方面就觉得因为害怕自己失败，所以又变得很负面，然后又没自信，然后再接着工作内容又一成不变，所以就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在那个状态下这样。然后2020年开始了，那疫情就爆发，这个 Corona 在伦敦整个肆虐，那我们店铺也因为伦敦封城而关店了。特别是我们公司还支付了全薪1整年，但这样另类的有薪假期应该要学习什么吧？就觉得在家那就应该学些什么？没有，我就在家就是发懒玩电动。那回去上班2个月之后又再次封城，所以我2020年1整年大概上班不到半年吧。然后因为这样，我觉得有满满的危机感，就是如果跳脱你的专业，那你还会什么？你有什么想做，但是你没有做的当然我可以继续上班，然后用空闲时间去学习其他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过得比较充实一点。但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当赚到足够的钱，也没有任何被开除的风险，生活安逸到不行，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改变的，就失去了就是冲劲跟热情这件事情。当然，我认为稳定的存钱买房子也很好，赚一大堆钱也可以让你很热情。但我
认为失去目标跟热情这件事情对生活其实是很糟糕的。那压倒最后一根稻草是公司在2021年推出一个叫自愿离职方案，台湾应该叫优退或优离方案吧。然后这方案就是给你钱请你离职。那因为这方案我下定决心离职，然后我也觉得这笔钱可以让我在接下来几个月不用烦恼钱的问题，然后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影片。其实我最想要做的是剪接啦，可以开始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多学一点剪接。那你说5年的经验是开心还是很悲惨？我觉得其实这份工作让我接触到很多很有趣的客人，跟认识各国人，真的是各国的人。我的眼界真的开阔非常多，我没有很多宗教的知识啊，尤其特别是回教，像我不知道回教有斋戒月，那时候在刚来英国的时候就是很笨那种。然后印度人的 yes 不是点头，是我不会摇的，就是左右摇晃这样子。在过程中我觉得学到很多，我很开心，但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职涯了，所以我觉得这时间点已经算很刚好了。那我目前就做日常的生活影片，然后试试看游戏的直播，就是大概什么都尝试一下。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冰，所以之后可能会拍一些有关于伦敦的冰店啊，或是我觉得好吃的冰店主题。那希望各位2021年下半年也可以一切顺利咯。那拜拜。就还是可以配稳定买钱买房子，买钱买房子，买钱买房子。